陈守娘是清朝道光时台湾府城台湾县京町口人，林寿之妻，是台湾著名的枉死烈妇。守娘惨死又显灵报冤的事件，与林头姐、吕祖庙烧金合称清代府城三大奇案。若加上台北的传说周成过台湾，世人称为清代台湾四大奇案。神秘事物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花，今天要继续介绍清代台湾四大奇案之一陈守娘。道光末年，台南府城姑父妈庙附近有一位女子，名为陈守娘，嫁给林寿为妻之后，居住在东安方京厅巷。可惜林寿英年早逝，守娘年纪轻轻就守寡。衙里的师爷觊觎守娘美艳，于是贿赂守娘的婆婆与小姑，希望他们能够撮合她与守娘共度良宵。守娘的小姑本来就是一位风尘女子，因此乐于从命。岂料守娘守节不愿配合，婆婆与小姑气愤之下，将守娘强压于椅凳之上，用尖锥不停地朝她下体猛刺，想逼其就范。守娘不从，气绝而死。守娘死后，她的弟弟伤心欲绝，想替守娘封棺时，察觉其家姐遗体异状，才得知守娘受虐。乡民也对林氏母女的恶行无法容忍，于是上报官府，想为守娘讨一个公道。而守娘的弟弟和乡民们却不知道，知县王廷干与师爷本来就有交情，官官相护，想要息事宁人，于是宣称验尸无伤，甚至还把这整件事情压下去。众人激愤不平，用石块砸毁了知县的轿子，王廷干只好落荒而逃。当地也留下这一俗语：王廷干没前无看案，来形容他贪得无厌。最后官府逼不得已，只好判林氏母女死罪，但师爷早已逃回唐山，逍遥法外。陈守娘葬身之墓位于山仔尾。守娘死后至阴间控诉师爷，但不被受理，因此他冤魂不散，作祟于府城，甚至显灵将师爷饿死。尽管如此，陈守娘化鬼申冤依然怨恨难消，夜半化为青光飞舞，大闹台南府衙。不止半夜府衙会传出哭声，县衙里的物品还会在晚上乱飞，隔天一片混乱。府衙只好以原址太过靠近军营，亦被兵士操练声音打搅未明搬迁。在外头卖东西的小贩也发现原本的银元化成了纸钱，当年的府城居民也会互相告诫，下午末世早点回家，以免碰到陈守娘。家中有小孩哭闹太大声，只要说再哭的话，陈守娘就来抓你了，小孩子也会被吓得不敢再哭闹了。后来士绅为了地方安宁，请广泽尊王出面。士绅是指在地方上有钱有势力且具有相当知识水准的人，当时的民众有纠纷时，往往会请他们出面调解。广泽尊王化为一道红光，与青光缠斗多回，但守娘怨气太重，尊王一时间也难以制服，因此居民只好改请观音大士前往收妖。他感叹守娘身世作祟有其冤屈，如果魂灵从此诛灭，未免太过可怜。守娘则提出条件，他报仇十伤及无辜，请勿追究，并且希望能进入节孝祠，表明自己守节心志。从此之后，才没有再发生鬼魂作乱之事。广泽尊王又称保安广泽尊王、郭圣王、翘脚宰神、圣王公，生前本名郭忠福。16岁那一年，郭忠福突然带住葫芦，手持佛经，登上郭山山顶，坐在古藤树上。晚半抬头一看，郭忠福双脚盘坐，面色通红，向前一问，忠福你面有难色，且面色通红，一切安好？郭忠福则令玩伴快去通知吴母。郭母赶来时，伸手拉他的左腿，因此后来塑像的人们都将他的形象塑造为右腿盘起，左腿下垂的样子。退化升天后，便时常在梦中显灵，于是乡民们就在郭山上为他建立了将军祠。清代，广泽尊王开始更加频繁的显灵。咸丰3年，厦门、同安等地有小刀会起事，波及南安，当地官绅受广泽尊王托梦传授机宜，此事才得以平息。同年，林俊领导红线会起事，
攻入永春州城。这时城北山上忽然出现大量兵士和郭姓军旗，城内官兵见到后士气高涨，很快收复城池。同治7年，谢显在永春、德化交界一带准备起事，地方官员始终捉不到人，于是上郭山祷告，很快就将其逮捕。同治9年，广泽尊王因以上遇灾汉患势力，加封保安2字，全称威震中应福会威武英烈保安广泽尊王，成为南安当地的乡土守护神。其信仰更从南安扩及整个闽南，又随著移民迁移而传播到台湾、香港和东南亚等地，颇具影响力。辜孝妇，尊称为辜驸妈，即辜林氏，年仅20岁嫁给夫婿辜汤纯，两人结婚不久，辜汤纯就死去。辜林氏一生守节，侍奉公婆甚孝，并将夫婿侧室所生之2子纳为己子，养至成人，受到邻里赞扬。辜林氏过世后，地方官吏上奏朝廷，朝廷准许入4节孝祠，并准许住家附近建庙，即今日辜驸妈庙。而传说台南辜驸妈庙同样也有奉祀守娘的神像，但于2019年9月24日，辜驸妈庙管理委员会经由脸书发表声明，辜驸妈庙内无供奉陈守娘之神像，目前确认陈守娘之神位供奉于台南孔庙之中。项梁集灾台南州祠庙民鉴关于永华宫之记载有提到陈守娘的事情。该书将永华宫的创立年代记为乾隆15年，并写说当时因为陈守娘幽灵出现，导致附近居民被吓到，在祭祀广泽尊王之后才逐渐平静下来。而连横台湾通史记载，陈守娘台湾府至今町口人也，嫁张氏，夫死守节，但根据孔庙牌位，应为临寿之妻。陈守娘的遭遇让人感到痛心，婆家的人和师爷为了单方面的利益而将她残忍害死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做坏事的人迟早都有报应的。今天是延续上一部灵异系列林头姐的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选右上角的影片观看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，或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影片见，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晚安，拜拜。